看的是电影，品的是人生，这里是零点看电影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部科幻惊悚片《摩天大楼》。罗伯特是名脑科医生，喜欢打壁球，在英国算是中产阶级一份子。最近他搬进了一栋40层的高楼，住进了25楼。这里的物资和设备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求，但它与别的楼不一样。楼层的高低代表着生活设施等级和社会地位。顶层的人掌握着大量的优等资源，而底层的人都是穷人。每天只能守在下水道旁边夺着富人们扔掉的垃圾。某天罗伯特在阳台晒日光浴的时候，楼上的美女夏洛特一不小心把一瓶酒打翻在他身旁，吓得他连忙起身。夏洛特见状连忙道歉，还邀请他晚上来家里参加自己的派对。在派对上，罗伯特认识了孕妇海伦和她的丈夫瓦尔德。瓦尔德是个拍社会纪录片的导演，十分好色。虽然他已经有怀孕的老婆和一堆的孩子，但丝毫不影响他与别的女人打情骂俏。派对上，罗伯特玩得醉生梦死，回到家后还做了一个春梦。他梦见整栋楼只剩他一个男人，所有美女都围着他转，日子过得相当潇洒快乐，他就像这里的王。隔天，一个大胡子找到罗伯特，声称自己是顶楼的管家，主人邀请他去40层顶楼做客。在大胡子的带领下，他第一次登上了顶楼。在那里，他见到了一座奢华的园林，异常宽广，甚至都能在上面溜马。原来40楼的屋主就是这栋大楼的设计师，他叫马克思。马克思对罗伯特讲述了自己设计大厦时的理念，并希望社会各层人士能和平共处，并表示日后这样的高楼他还会建很多，到时候这样的高楼也会被做成一个特色的社区。虽然他并不觉得自己对大厦阶级分明的规划有任何问题。临走时，马克思还邀请他参加他们高层的派对，并相约一起打壁球。为了融入派对，罗伯特还特意去15楼的超市买了一瓶价格不菲的红酒。可这个派对与之前的完全不同，他们都穿着中世纪贵族的服装，他的西装打扮与他们格格不入，甚至还被富人们无情地嘲笑了一番。只有一个服务生鼓励他说，逆流而上是需要决心的。这时大胡子发现了他，并毫不留情地将他推进电梯，赶出了派对。罗伯特拿来的红酒也被当成垃圾给扔了，这是罗伯特第一次直面阶级之间的歧视。属于中产阶级的罗伯特过得尚且狼狈，更不用说住在底层的人们。不久后，罗伯特如约与马克思一起打壁球。从两人的聊天得知，马克思建造这一大型建筑原本只想让多病的妻子能得到休养，能让大家快乐地生活在这里，可如今却在妻子和其他高层的操控下变成了冷漠无情的阶级制度。他深感不满，但也无能为力。与此同时，由于顶层的富人用电量巨大，底层经常面临断电问题，他们因此与大厦管理员发生了冲突。还有他们的女儿在黑暗中被顶层的人骚扰，却无人受理。底层的孩子们被赶出了游泳池，富人们占领了各种公共场所。一系列的矛盾激起了瓦尔德为首的父亲们的愤怒，他带领孩子们冲进游泳池肆意狂欢，任意发泄。而此时富人们正在游泳池里开着派对，经过他们这一闹，派对被迫中断，一个女明星的宠物狗还被扔进了游泳池里淹死。顶层人和底层人之间的斗争一触即发，他们共同争夺着主楼的资源，大厦里彻底乱了套。有人甚至在狂欢时跳楼身亡，有些人甚至用老婆交换食物。而冷静下来的瓦尔德却看到了商机，他打算拍部纪录片反映大楼里的现状，希望借此引起当局重视和改革。而高层的人觉得他们的威严受到了挑衅，他们也聚在一起讨论加强等级管理。而罗伯特在继楼上风骚的夏洛特之后，他又与怀有身孕的海伦勾搭在一起。很快大楼失去了控制，人们哄抢物资，大打出手。高层人合伙准备对罗伯特痛下杀手时，危急关头马克思救下了他。而马克思作为这栋楼的创造者，也是划分阶级的关键人物，他自然成了底层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当他出现在瓦尔德面前时，瓦尔德毫不留情地将他给杀了，而瓦尔德也被高层的女人所杀。大厦里瞬间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，男人们几乎都死光了，没死的精神也有些不正常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大厦里的混乱终于在警察的收拾下恢复了秩序。那么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栋高楼，从1楼开始，越往上的住户资产越丰厚，社会地位越高，你会住在哪一层呢？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